仔细看，这位25岁的 Aitana， 拥有粉红色秀发的巴塞罗那女孩，每周都能收到众多名人的私信邀约。不过，她并不真实存在。她不吃不喝，月收入达到了1万欧元，大约合7.8万人民币。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她那抢眼的粉色头发和完美的身形。在 Ins 上，短短半年，她就吸引了超过30万的追随者，成了健身补充品的宣传大使，甚至还收到了明星的约会邀请。而另一位虚拟人物 Leo 在 Ins 上的粉丝更是高达200万，还代言了不少时尚品牌和产品。小红书上也不乏这样高颜值的博主们，比如这个，还有这个。但是在你决定创建自己的虚拟人物之前，得先清楚一些真实情况。虽然网上很多人都在说通过虚拟人物能赚大钱，但他们没告诉你背后的挑战和现实。事实上，虚拟角色账号或许能让你赚钱，但也可能是完全浪费时间。就像大量的这些账号粉丝量都不高。今天我就来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这些网红数字人的幕后生存法则，并且教你如何使用免费工具来创建自己的虚拟人物账号。以 Ins 为例，这些迅速走红的虚拟人物共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他们具有引人注目的外貌和吸引人的身材，完全符合观众对理想对象的想象。这一点从众多关于外观和身材的评论中便可见一斑。其次，他们发布的内容文案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常包含问候和日常对话，让观众产生代入感。Aitana 这个网红的制作团队就在采访中透露，他们每周都会召开一次会议来创造 Aitana 的生活，决定她这一周要做什么，要去哪些地方，以及上传哪些照片来满足想要了解她的粉丝。她被塑造成一名健身爱好者，意志坚定，性格复杂。在她的网站上，她将自己定义为外向且有爱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 Aitana 与传统模特或者其他虚拟网红不同。传统模特通常不会透露自己的个性，从而成为设计师的空白画布，但 Aitana 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而当我们看那些粉丝量相对较低的虚拟账号中，你能看到他们的图文关联性并不大，甚至没有配上文案，只是单纯的发图片。所以，在一个品质高度趋同的市场里，虽然美女天然自带流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为你的观众、粉丝提供一个可以联想的线索、互动的场景，那么它就能成为巨大的优势。那么在了解到这个幕后生存法则之后，我来教大家如何开始打造你的虚拟网红。整个过程分为4个步骤。Step 1：生成你的网红人物照片。Step 2：创建或者收集不同的生活场景照片。Step 3：换脸。Step 4：生成人物资料和你的文案。生成人物照片，我用到的免费 AI 工具是 Leonardo AI。不知道如何登录的话，可以看我的上期视频 AI 梦幻人像教学。制作图片有很多工具，主流的 AI 生成图片工具有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还有 Leonardo AI 和 DALL-E。其中 Midjourney 是个付费软件， Stable Diffusion 需要安装在本地电脑，对电脑性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且这2款工具虽然都很强大，但是新手不容易上手。同时 DALL-E 生成真实照片的能力较差，所以我推荐新手使用 Leonardo AI。 它生成图片的效果不比 Midjourney 差，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同时这个工具可以免费使用，每个账号每天有150个 token， 可以生成几十张图片，对于业余创作者来说完全够了。实在不够的话，就多注册几个账号。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外观精致的人物特写照片，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我让 GPT 来代劳。我这里告诉他，我想要生成年轻女孩肖像照的提示词。获得提示词之后，我们来到 Leonardo AI 工作界面，点击这个 Image Generation 按钮，进入生图工作区。这里操作很简单，你不用担心，只需要关注几个地方。第一是这个主框，用来填写提示词。第二是在这里选择模型，不同的模型是有针对性的训练出来，它们可以更好的生成不同风格的图片。经过我 N 个小时的测试，这里对应制作人像摄影效果最好的模型，我推荐这2个 Leonardo Kino XL 和 Absolute Reality V1.6。其中 Absolute Reality V1.6 这个模型消耗的 token 更少，一张图只需要1个 token， 我建议就用这个。在点击生成后，我得到了一组比较好看的人像。但是其实想要用提示词来生成一张与你想象中较为一致的人物角色，那将会非常困难，因为你随机生成的话，可能尝试数百次都不一定能成功。所以我建议你找一些好看的照片，用图片生成图片的功能来制作，这样能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我来演示一下操作过程。这里有个重点，我踩了很多坑，需要大家尽量避免。我们在网上找到好看的图片后，先不要着急导入，因为通常这个图片并不是面部特写的肖像照，所以我们为了让 AI 聚焦在肖像的刻画上，而不是其他元素，例如服饰、造型，我们要先把图片裁切成肖像特写，再导入 Leonardo AI。
这样能更让 AI 聚焦在重塑人物的面部上。我们在界面左边找到这个 Image to Image， 点击 Show Me 后，可以打开生图开关，然后选择上传我们裁剪的照片，调整这个强度值，强度值越大，与原片的相似度越大，强度值越小，则相似度越小。然后在文本框中简单输入 A Beautiful Girl。经过我的测试，这个文本框中的提示词对图片的影响权重远低于输入图片的影响权重，所以不用描述太过复杂，输入多了用处也不太大。我们先制作2张看一看结果。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强度，多尝试几张来挑选。最后我选了这几个风格不同的来做下一步尝试。我们进入第2步，创建或者收集不同的生活场景照片。如果你想省事简单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收集一些身材较为一致的生活照，来自不同的场景直接进行换脸。但是如果不想跟别人的照片一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创建自己的场景照。我这里挑选了几张不同场景，使用相同的步骤生成照片，但是稍微有2个不同之处，需要特别提醒一下。一是模型的选择，我测试多次之后，我觉得 Leonardo Kino XL 生成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能够更接近真实照片，所以我建议使用这个模型。2是 AI 在处理手部细节的时候常常容易出错，我在上一期视频 AI 梦幻人像照片中也介绍过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这里 add negative prompt 添加负面提示词，强调不要出现这些问题。我把这里常用的降低手部错误的提示词放到了我的视频描述栏，供你参考。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创作相似场景的照片，并且与原片在诸多细节之处有所区别，例如服装样式等等。这里可以看到，我通过上传的海边照片，已经很快创作了4张相似场景的图片。这个时候不必纠结人物的面部是否完美，因为后续我们还需要进行换脸，要把关注重点放在除了脸以外的其他地方。完成这张图片之后，我们还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多制作几张不同生活场景的图片，可以涵盖我们生活中的多个场景，来包装我们的角色，让他在每一周都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这里就包含了以下几个主题场景：化妆、旅游、时尚、美食、健身。这几个主题是小红书上最受欢迎的主题，因为这些主题覆盖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几乎每个人都会对美食、旅游、化妆或时尚中的至少一项感兴趣，这使得这些内容能够吸引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观看这些内容的人群通常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例如对化妆和时尚内容感兴趣的用户可能会购买化妆品和服饰。因此这些主题不仅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也吸引了寻求特定生活方式和体验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往往愿意为提升生活质量投入金钱，累积这些群体的粉丝容易带来变现的机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的角色换脸。我这里使用的网站是 Remaker.ai。Remaker 这个网站是我用过的换脸工具中操作相对最简单的，效果也还不错。主页上可以看到很明确的标识，原图、目标人脸。将对应的主题背景图和我们的虚拟角色照片分别上传，点击换脸，几秒钟之后就完成了。看看结果对比。最后就是用 ChatGPT 编写文案了，邀请他写5个文案，需要字数在30个字以内，能够让观众产生互动，并且与我们图片画面有一定关联性，并告诉他我的图片分别是以下几个场景：咖啡厅、海边等等。我们就得到了5条引人入胜的文案了。整个过程是不是并不复杂？虚拟数字人在 AI 的帮助下，已经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品牌和观众的广泛接纳。他们不仅可以吸引大量关注和互动，还开辟了新的变现途径。除了品牌合作和赞助是虚拟数字人变现的最直接方式之外，还可以定制创作内容、做数字商品和 NFT 等等。在 AI 领域的飞速进展中，只有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探索，才能保持与时俱进，捕捉每一次盈利的可能。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请不吝点赞和分享。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成长和成功。有任何想法、疑问或是成功的故事，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再见。